我和他是在2年前认识的。那时候我和我弟还有他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是我先追求了他，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弟也会喜欢上他。这件事让我真的很为难。当时我发现我对他的感情之后，我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纠结，因为我知道，一边是我哥哥，然后一边是我自己喜欢的女孩，我真的很难割舍，真的很难很难。双胞胎哥俩，喜欢同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到底喜欢谁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哥俩来，掌声有请。一个叫小峰，一个叫小松，年龄都是26岁，来自浙江，学历是大专，他们的职业是歌手啊。谁是哥？他是哥哥，哥哥叫峰，对，弟弟叫松，对啊，真的为女朋友打架呀？我今天就来想问一下我弟，为什么抢我的女朋友？我觉得我没有抢他女朋友，啊，因为是这样的，啊，我哥当时特别忙的时候，他就让我陪他，但是你知道，人嘛不是机器，会有感情。我在长时间的接触当中，我发现我慢慢的，也就是对他产生了好感。女朋友谈了几年？2年差不多。你交女朋友的时候，你知道吗？知道，你知道啊？那他一开始追求他女朋友的时候，你喜欢那个女孩子吗？那个时候他是不喜欢的，我先开始就对他有好感的，你知道吗？刚开始我追着他的时候，因为我这人那时候比较笨嘛，我没有我弟浪漫，你知道吗？那时候好多事情就是那个追女孩子的方法，我也会就请教我弟。那时候等于你用他的技术把女朋友追到手。对。啊，那我明白了。然后那时候我每天就是那个给他买早餐呐。弟弟去帮你买，你送去呢，还是说弟弟那些就是他跟我说，然后我自己去做的。啊，你自己没想过这样是吧？没有想过，说实话，因为我这人比较内向嘛，有些事情就是追女孩子就想不到那一点儿啊。她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她不开心了，你可以去就是弄点什么小笑话之类的，来逗点她开心呢。我那时候我想也是，然后我就是从网上有时候下些小笑话来，就是那个来逗她开心。随着时间慢慢的就是那个过去嘛，后来我决定就是向她表白。这个表白的那个就是方法，然后我还是跟我兄弟也商量过。就是你谈恋爱，他给你支招呗。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是把我什么心里的想法也会告诉他啊，后来怎么就会有了感觉了呢？哥哥他老顾着工作，知道吗？既然她是你女朋友，那你就应该腾出时间来陪她。我怎么没有陪她了啊？你怎么陪她的？我都是打电话，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工作比较忙嘛，然后我说我兄弟你也可以打电话，就是那个帮我劝劝。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替我照看一下呗。对，是这意思吧？对。你不知道这是大忌啊！我这人比较笨，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气愤吧？气愤！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做了20年多的兄弟，你知道吗？我知道。居然会抢我的女朋友。你们不是做了20多年的兄弟，你们从娘胎里开始就是兄弟，你说？哎，问你啊，你是准备下手还是已经得手了？其实我来这儿，我也只是就是说，为这女孩子打抱不平，抢我女朋友还打抱不平，这什么话？啊，你为什么认定他抢你的女朋友？我是在我弟的手机里面那时候发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事业我会争取，你我也不会放弃。那这什么意思啊？她是我女朋友了，你去争取什么呀？你解释一下这个吧。我哥他一直让我去照顾她，在不知不觉中，我就慢慢发现了，我对这女孩有好感了。那你今天是来跟你哥说，哥，我准备跟你公平竞争，我看上你女朋友了，我要去追她了，还是来说，哥，你要对你女朋友好，你到底奔什么而来的？就是说，如果我哥他如果说他不珍惜她的话，那我就会上，这叫兄弟吗？因为你不珍惜她。你是我怎么不珍惜他了？我无非就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好一点。我在外面忙死忙活的，每天多赚点钱，就是为了我们以后能在北京有个好日子，买个大房子，然后接父母来。你工作忙，你也不可能说他给你打个电话，你就把他挂了，发个短信你也不回。工作忙连着忙了，连个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我在外面有的时候陪那些客人应酬的时候，喝得烂醉的。你们都看到了没有？那我付出我得到了什么？哦，就得到你抢我的女朋友，是不是？啊，行吧。何方的一个仙女哈，让兄弟都要反目了。来，我们掌声有请小刘，来有请小刘，24岁，来自吉林。
职业是平面模特，学历是大专。啊，你好。主任你好。舒服吗？没有。没有是吧？这不就是一个现实站位嘛，对吧？你喜欢谁？怎么说呢？两个我都喜欢。怎么叫两个都喜欢？那难道你同时嫁给我们两个吗？我更喜欢你的务实，但是我最难受、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你却不在。我给你打电话一遍一遍的打，你都不接，好不容易接了，搪塞我几句就挂掉了。你说等会儿给我打，我这一等就没有那也不能音讯了。我递几句甜言蜜语你就跟他。它不只是甜言蜜语，一个女孩子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安全感。对，她除了不甜言蜜语，她还干嘛？她会在我不高兴的时候打电话哄我开心，那不就是甜给我言蜜语吗唱歌，一直唱到我睡着为止。在电话里啊？然后去年生日小峰他曾经当初追求我的时候，答应我说他会陪伴我以后每一个生日但是他这个承诺没有做到。去年生日是小松陪我过的他用蜡烛给我摆了一个爱心，我觉得很浪漫。哎，我问你个问题哈，就是他追你那会儿，你觉得他追你的时候那些表现的浪漫吗？方式？不浪漫。你没把绝活都告诉你哥呀？留了一手啊，小子。更喜欢谁？其实我也说不清我心里到底更喜欢谁。我喜欢弟弟的浪漫，喜欢他的活泼。然后哥哥就是他会给我一个安稳的生活。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自私吗？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我觉得我自私没有什么不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那我付出你看到了没有？你的付出在哪儿？我为了我们将来，我在外面每天你总说将来，可是将来在哪儿？我看不到，我只要现在。对什么对？我觉得我哥他老是顾着工作，因为一个女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安全感。你那么懂女孩，你为什么不自己谈个恋爱，非跟哥哥的女朋友在一起啊？怎么说呢？这可能跟双胞胎有关系吧？跟双胞胎有什么关系？因为双胞胎，我感觉性格啊，然后可能审美啊各方面可能会趋于相同而已。你们俩是真的像？你自己会搞混吗？不会。他们俩声音应该很像，我现在已经能分别他们了。哥哥鼻子上有一个痣，弟弟没有，是吧？这个我现在观察已经能分辨下来了。但是他们俩的声音好像的。电话里你不会叫错名字吗？给谁打电话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心里给谁在打电话。那你的心还能劈成两半哈，一半爱他，一半爱他，是吧？好吧，今天是个难题啊，怎么办呢？各位老师们，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我都打消了我想要双胞胎的念头了。对，这个女孩这事儿啊，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在你手里。他们俩都没错，那爱就是爱了，怎么办呢？没法选择，关键问题就在这女孩身上。女孩，你能放手吗？我是承认这件事我做的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责任不全在于我。那你的那部分责任是什么呢？可能是同时喜欢两个人吧。只是同时喜欢两个人，也就是说换两个，他们俩不是兄弟，你也可以两只船。但是我没把弟弟当成哥哥的影子。我没说你把弟弟当成哥哥，你是把他们分别当成两条不同的船，对不对？然后我发现其实这哥俩都不太喜欢他，没一个人出来辩护的哈。你喜欢他吗？从心底来说，我是真的很喜欢他。哎，你不。但他现在这个做法，那真的让我很伤心，对知道吗？那你现在应该很喜欢他，马丁老师都把他说成那样了，不就说成了一个脚踩两只船的一个女孩吗？你就不替他辩护一下吗？其实我感觉他选择的应该是没有错的，我支持他。只要他觉得自己心里爱谁，选我们两个其中一个，我感觉都可以。行。好，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哥哥你喜欢他什么？吸引我的是他的性格比较活泼。你就是喜欢他活泼是吧？弟弟呢？我喜欢他比较有责任心。哟，对，这个女孩喜欢哥哥是因为他有责任感，有将来。哥哥喜欢她是因为喜欢她活泼，俩人互补了。反过来，他喜欢弟弟，因为弟弟活泼，对吧？比较能逗女孩开心。
弟弟喜欢女孩是喜欢这个女孩有责任感，就是兄弟之间喜欢她的原因正好相反，跟他喜欢兄弟之间的正好是四角关系交叉了，也就是兄弟俩眼中的这个女孩是完全不同的，这女孩眼中的兄弟俩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不认为一个活泼又有责任感的女孩，这两个优点集中体现在了一个脚踩两只船的女孩身上。我觉得这件事儿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双胞胎，你们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做到2次分离。第一次分离是你们脱离娘胎，第2次分离就是情感和个性方面的分离。你们俩的性格真是互补，哥哥现实，弟弟浪漫。结果哥哥因为现实没有时间，就用了浪漫的弟弟去弥补，这样导致了我们这可怜的女孩一会儿喜欢现实，一会儿喜欢浪漫。问题的最关键的最开始就在你们，而你们只是起因。因为要用道德来衡量爱情呢是行不通的，但是弟弟做了貌似一些不太道德的事，那就是欺骗。你背着哥哥不知道，跟他互诉情长，对不对？同时你又喜欢上他，但是咱话说回来，爱情这事儿真是先到就先得吗？不一定。所以我要跟女孩说，脚踩两只船呢，千万别太长时间，否则你就会掉入水中。我们宁愿把这个当成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你再次的选择，你选择谁，不能都喜欢。谢谢。来，孙老师有什么意见？我觉得太纠结了，真的。你也纠结？其实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同胞之间的互相指责。我看到你们之间互相都在指责对方的时候，我心里可难过了。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但你们却不是。为什么走到今天要这样呢？所以，我想跟哥哥说，不管怎么样，不要去指责你的弟弟，你要多去理解他。你当初喜欢上这个女孩，你确实是用了弟弟的各种方法，才得到了这个女孩的心，但你并没有一直用你弟弟的方法去拴住这个女孩，而是你在得到这个女孩之后，让她在名义上成为你的女朋友了之后，你就回归了你原来的样子。而你如果以原来的样子去追这个女孩，一定追不到。所以说，你丧失了一个保卫自己爱情的一个武器。可这不怪你的弟弟，你要从你自己身上想问题。你弟弟一直在帮你，哪怕他最后喜欢上了这个你的女朋友，也是在你请他来，用他原来的浪漫，以他自己的身份来陪着你的女朋友，才让你的女朋友发现说，哦，原来有这样一个更可爱的男孩子在身边。这是经过你的同意的，你要承担这一部分，不能全部的怪你的弟弟。好不好？然后另外我想跟弟弟说，从小到大，我相信你一定是在你哥哥的呵护之下长大的。我相信从小如果你受委屈，冲到前面的一定是你的哥哥，你哥哥没少为你担当，你才能像今天这样，这么活泼，这么有浪漫主义情怀。如果一个很有压力的、肩负重担的人，他不可能像你活得这么轻松。所以你真的要多替你哥哥去着想。你为什么要指责你哥哥说你为什么不浪漫？你应该浪漫。你哥哥要浪漫，那你怎么办？你头上那顶伞是谁为你撑的？是哥哥为你撑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之间真的不要互相指责，替对方着想。另外，这个女孩，我为什么说纠结呢？因为我想不出办法。每一个女孩子在选择男朋友的时候都会左右摇摆，那么总有一个人告诉她说：“你究竟想要什么？你想要浪漫，就这样走下去；你想要跟一个很成功的人在一起，你就应该承担那些他可能因为没有时间陪你而造成的你心理方面的一些缺失。现在你要认定一点，就是他们两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人。当现实面对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要劈开来去做一个选择。”听了一圈下来啊，都是在说女孩要做一个选择。涂老师，我想做一个试验。女孩背过身去，闭上眼睛，然后两位男孩走后面来，你去抱她一下。从后面抱，回来，你去抱她一下。
回来。好，你们俩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女孩说一下，第一个抱你的是谁？来，告诉我们。回过头来，你不说你分得很清吗？分不清吧？有人说，唐僧4徒其实是一个男人。唐僧代表着男人的悲天悯人，孙悟空代表男人的天性冒险，猪八戒代表男人的懒惰好色，而沙僧代表男人的敦实朴厚。没有任何一段爱情能够完全超乎于外表而存在，就像他们俩，一个浪漫，一个务实，就像一个男人的两面。所以你糊涂了，这可以原谅。没有相处20年以上，相濡以沫，他身上的气味什么都非常清楚，他的每一种行为习惯你都清楚的话，你能分得清楚他是谁，那才叫怪了。我就能，我只要触碰到我老婆的手，我就一定知道他是谁。70年代的一部电影《夜半歌声》，男主角容颜尽毁，不敢面对尘世，他怕吓到自己所爱的人，而自己的女朋友为了爱他，为了让他没有心理的落差，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而跟他在一起。那是什么？那才是真正的用心去爱对方。今天场上的你们之间的爱情，恰恰代表了现代生活当中爱情当中的2种错误心理的2个经典的样板。什么样板？首先是女孩子，那就是非此即彼。我要务实的时候我就找你，没人陪我找浪漫的时候我就找他，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真正爱一个人是什么？是哥哥是务实，但他其实也有浪漫的一面，只是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去诱导。爱人是什么？爱人就是帮他发现自己身上优秀的品质，去引导他。你不能说我看见了他的优点缺点我不要，我就再找一个。那你找来找去，最后你肯定找不到自己真爱的人。而2个哥哥选择同一个女孩，也代表着一种错误心理，那就是从众心理。抢来的都是好的，其实心里真正爱他吗？你并不了解他，尤其是弟弟。世界上从来没有完全相同的2片叶子，只是你没有用心的观察。这就是我的话。黄金60秒是用给一对恋人的，每人1分钟。今天看来有一个人不能在这个黄金60秒里说话，谁不说呢？哥哥，要不然你别表达了吧，你把这权利让给弟弟，行吗？你哥照顾你这么多年，要不然你别表达了，把权利让给你哥，你看行吗？要不然你听他们2个人的表达，你不说，你看这样行吗？还是说你已经有答案了，你直接跟那个人表白就可以了？其实有一种实验是真的，现实生活当中不能做啊，直接把你从楼上扔下去，你当时心里想着谁？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无法选择的时候，在你最困难、最枯竭的时候、最害怕、最恐惧的时候，你内心想到的一定是你最爱的人。那不一定吧，也有可能是最恨的呀。来吧，我告诉你哦，今天我想到了你。今天我在我最危急的时候想到了你。你想到了我？真的，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我跑到那个外面的公共厕所的时候没纸，我第一个想到你啊！就我看了一下手机没信号，没法打电话。至少说明了一点，看来我是个服务型人才。我们说笑一下是给你们打一个岔，是让你们考虑一下。你选不出来是吧？我又不愿意看着他们兄弟相残，那就让他们都向你表白一下呗，好吧？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60秒。弟弟，你先向你喜欢的人表达吧。其实你知道，这段时间接触下来，其实你在我心里慢慢的已经有了位置。但是呢，另一面是亲情，这一面是爱情。我想在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好，哥哥，经过了这件事情，让我心里成熟了很多。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可能有点忽略了你，但因为那也是我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生活。现在我和我兄弟闹成这样子，
我心里真的很痛，你知道吗？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放弃。来，请亮灯。哥哥，你是真的选择放弃吗？对。哥哥为了弟弟选择了放弃。行了，那你们俩就做选择吧。两位回去吧。来，请关门。你们认同弟弟和哥哥的女友在一起吗？赞成还是反对？请选择。现场有95.24%的观众朋友是反对的。我相信今天这个反对的这个图表代表了一种观点吧，也代表了一种观念吧。爱情到底是什么？虽然曲总说到了不要用道德的东西来衡量爱情，但是人在做判断的时候，可能第一跃入我们眼帘和脑海的一个词，可能就是道德。如果这个不讲，可能会发现完全混乱了。所以当哥哥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有一个结果，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请开门。